不是说假打吗？打谁不一样？屁话！你打自己人吧，打崔家军呢？打他们啊！去！呀！走！哎呦！你往哪踩啊你啊！竟然踩你爷爷的手！哟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诈尸呢？原来你们镇西军都是这种欺软怕硬、只会诈尸的鼠辈。臭小子，看爷爷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原来是你。我可又救了你一次了。好，那我就还你一次。这些人为何要杀你？这些人虽皆是面生之人，又极力遮掩，但我心中有所猜测。吃青狼，没事吧？受伤了？姓崔的，不是说好了假打吗？怎么回事？我看交战到这儿差不多了。走。报！如何？事后来报，镇西军已击溃崔家军。崔公子负伤，崔家军后撤30里，重新列阵。镇西军虽胜，但损伤惨重。元帅李逆腿部中枪，已被抬回军中。好，副将军，都说这个李逆狡诈，崔家军勇武，我看不过如此嘛。不如让我带兵各个击破，好向大都督报喜。什么？哎，我答应了李逆。只要他击败崔家军，便送他半城粮草，允许他绕洛阳而过。什么？你给他粮草，你还让他绕城而过？你这要造反了你！你懂什么？洛阳乃是东都，地势人心，非同寻常。眼下洛阳城中虽然是兵力粮草充足，但若是崔家军和镇西军联手攻城，亦或是围困洛阳，断绝粮道，岂不是置京都、置大都督于危险之中？我看你就是畏战，巧言令色。哼！我冒险用计离间崔家和镇西两军，如今他们两败俱伤，只怕万一这里边有诈，必得先将他们引离洛阳，而后再筹谋如何将他们分而击尽。疼吧？不疼，就是蹭到了。阿莹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公子，没事儿，我没受伤。没有伤到就好。公子，崔家军的人，有人想杀我。不对，刚才我戴着面具，他们以为我是你。是有人想杀你。
觉得是何人所为？崔家军中的人能一直这样不遗余力地针对你我，还能有谁呢？看来这个崔丽隐忍多年，终究是忍不住了。公子放心，我会有办法，让他掀不起风浪来。石七郎，哟，石七郎，今儿叫我来，不喝酒了，改喝茶了？以茶代酒，千饮几杯。哎呀，如此好茶，得多饮几杯。不对呀，你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？有喜事儿？哎呀，你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我那个朋友呢，原来他喜欢的姑娘，不是人家小妾。哎呀，石七郎，你的朋友还没把这件事情放下呢。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，我以为他们早就断了呢。哎呀，你不懂。行，我不懂啊，但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，那个何校尉和崔公子来往密切，就算不是他的妾室，这两个人必定有私情。石七郎，我们和崔家军虽然同是秦王之师，但是这个崔家是肯定有一心的，将来会成为国朝之患的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哼，什么时候知道的？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，你喜欢那个何校尉，是不是？有这么明显吗？那下回我收敛一点。你干嘛去啊？小伟，吃饭啦！吃饭啦！桃子，帮我把最毒的毒药拿来，沾唇即死的那种。你要毒药做什么？去拿来就是了。哦，行，我这就去。毒药。哎呀，最毒的毒药。怎么，何校尉知道我来了，想杀我灭口啊？皇孙受了伤，不在营中休养，到我这来做什么？哎呀，以前都是你替你们家公子上阵杀敌的吧？当然不是了，今日公子身体不适，我才替他上阵。哦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了你的身份。知道我什么身份？我知道你的身份其实是……我知道你其实压根就不是崔公子的小妾。我就不是，那又如何？你这个满口谎言的小骗子！啊，跟你商量个事啊，如果我抓到郑国公，洛阳就归我，如何？那不行，即便你能抓到郑国公，除非你们镇西军不需要我们崔家军相助就能攻下洛阳，否则洛阳不能归你。小伟，毒药拿来了，咱们是要去给镇西军下毒吗？回头再跟你聊聊这件事。小伟，这李皇孙怎么来了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怎么还有以后再说？你以前有什么事情都不瞒着我，现在都不告诉我了。这毒药还用吗？
家军大败，后退30里。昨日一战，不负辅公所望。这仗打得漂亮，不愧是你阿爷的好儿子。辅公过誉了。昨日一战，皇孙受伤，今日不能前来，特意叮嘱我，谢过辅公的粮草。福某说话算话，答应给他的粮草，就一定会给他的。那就谢过辅公了。转告李逆，让他好自为之吧。是。石七郎，这不是服务员答应给咱们的粮食吗？咱们干嘛还在这儿埋伏？待会儿我给大家变一个戏法瞧瞧。什么戏法？就从这粮食里面，给你们变一个郑国公出来。啊！出！出来！快！我别上来！出来啊！出来！别动！裴将军啊，这够吃多长时间啊？够吃一阵了。这还抓到一条大鱼呢！这下洛阳城啊，稳妥了。这就是孙敬的小舅子，郑国公是吧？啊，哎，长得也不咋好看呀。就是啊，那孙敬的老婆长得肯定也不好看。哎呀，我还没见过国公这样的大官。这甲不错呀，不错呀，这样的大官就义道，竟然嗷嗷的哭。洛阳城的亲贵子弟躲在这个粮车上想偷袭我们，还是我们石七郎神机妙算，把他们逮了个正着。既然已经抓了郑国公，那么这洛阳城就等于是在我们手上了。是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将军，镇西军李逆、崔家军崔林合围，带着郑国公及其随从亲贵前来城前，说愿意用郑国公及被俘的城中亲贵换取城池。换什么换？什么郑国公、外国公，都比不上洛阳城。这等泼皮无赖的事，也只有你们镇西军做得出来。你别看泼皮无赖，可是管用啊！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我才不跟你赌呢！姓福的胡儿，给我听好了！我们家皇孙，元帅说了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打开洛阳城的城门，我们就放了郑国公和这些亲贵子弟。我们保证，不拿城中的财帛，不伤害城中的百姓。怎么样啊？这买卖划算吧？郑国公可是孙敬的内弟，你要是不救他，孙敬那个大都督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还不服？放箭啊！射死了郑国公，看孙敬不砍了你们的人头！不要！你疯了！不要！不要！别！你放啊！别！放啊！不要！别！胡元，你这个混蛋！胡元，你给我放肆少点！城里的千万人可都看着呢，大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剑法不错呀，要是再偏一点，射中郑国公的心口，那可就不好用了。
我已经派人进攻瀛州，不能再让崔乙那个老儿坐享清福了。哼！大都督好一招围魏救赵啊！如此，崔家军必得放弃洛阳，持救瀛州，就剩下镇西军，孤掌难鸣，正好各个击破。传话给福元，郑国公贪功误国，死不足惜，叫他不要顾虑，坚守洛阳为上。是。但魏国夫人那里，夫人聒噪，我不理会便是了。李逆的那2个兄长，如今还在江南吗？啊，李俊和李来皆无领兵之才，此刻仍被困在江南，不足为惧。哦，放他们出关吗？大都督的意思是，兄弟3个人聚在一起，方知谁是鲲鹏，谁是雀鸟。那2个雀鸟，怎么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兄弟展翅高飞呢？大都督妙计，自古以来便不缺兄弟戏强之时，这李逆也该尝尝各种滋味了。来，这个孙敬用兵诡计，派大军进攻瀛州，但崔家军的主力在此，只怕父亲那边撑不了多久。孙敬这是围魏救赵，逼我们退出洛阳。我还是动身回瀛州吧。现在回去也来不及。那怎么办？主要瀛州路途遥远，若是能借到望州，倒是可以在路程上节省好些时日，既能解瀛州之围，又可拿下洛阳。可望州在李逆手里，只怕他不肯借道啊。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这件事情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。什么？瀛州告急？消息非常可靠，孙敬大军已经在路上了。看来崔家军肯定会有所行动，但他们未必能赶到瀛州啊。若要及时赶回的话，崔林得需借到望州。你什么意思？是要把望州借给他们？我等他们来还。长儿，你陪桃子姑娘去找医书。是。桃子姑娘，东都之壮阔，唯登高可见。俯视洛阳川，茫茫走胡兵。流血屠野草，豺狼尽灌婴。皇孙借太白的事，是在暗讽何人？我只是忽生感慨，穷奇壮丽的东都，如今一卷入战火，虽无明日，不知何时能现。皇孙自起兵以来，便知道，这烽火连天，白骨万千，只有以战止战，方才可天下太平。我只希望能够早日收回这半壁河山，还天下百姓一个安宁。我也希望。你跟我说，想借我崔家军在京中的人，帮你救出梁王，不是不行，但你得先赢了我。听你这口气，又想出什么花招？那皇孙愿不愿意跟我来赌一把？
知道皇孙谨慎，那赌注就由我来说吧。如果我赢了，你要让我借到望州；如果你赢了，那我崔家军便帮你救出梁王。听上去倒是挺公平的，怎么赌？怎么赌？其实很简单，你闭上眼睛，我从1数到10，在数到10之前，如果你忍不住睁开了眼睛，那你便输了。你不会又想趁我闭上眼睛一针刺晕我吧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。如何？赌。不过呢，我要自己来数数。就算你一针刺过来，我也绝不正面。好，那你闭上眼睛，自己数数吧。1、2、3、4。你是最初的。你输了。喂，刚才可不可以不算啊？刚才可不可以不算啊？道长，我听说太清宫藏经阁内有一本医书，乃是孤本，能不能借阅一览？祖师爷立下的规矩，藏经阁中的书从来不外借。道长，我愿意诚心为观中挑水洒扫，只请道长能够允许我入阁借阅。挑水洒扫都是重活，你一个姑娘家，道长，我愿意帮他挑水。道长，我也愿意帮他洒扫。道长，我也愿意帮忙，还请道长行个方便。那烦请二位去挑水，烦请你们二位去洒扫藏经阁。哎，桃子姑娘，我来帮你吧。哎，那可不行，你是来帮我干活的，又不是来替我干活的。还有啊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一看到你，我就想帮你。那。看二位的模样，都是读书识字之人，还请二位在洒扫时爱惜书籍。是。是。你休息一下，我来收拾吧。让皇孙亲自干活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既然我赌输了，就让我先略表心意。
惟妙惟肖，画的真好。此画命名为《皇孙劳作图》，你觉得如何？题名更好。想必这是要赠予我了。这是我画的，为何要赠给你啊？可你画的分明是我，自然归我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你在笑我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不能说。你快说，你在笑我什么？要是我说了，你不许生气啊？你先说来听听。你呢，将我放在你胸口，日日夜夜这么带着，思念时还可以拿出来看一看，我自然高兴，我一高兴就笑了。油嘴滑舌。哎呀，多谢强赠。你这个人，真是无孔不入。好了，我们说正事吧。既然你赢了赌约，那我依约让你借刀望州。只是，你如何才能答应我救出我父亲？那你不妨考虑一下，帮我攻下洛阳。好说。皇孙就这么有把握，已经可以攻下洛阳了？首先呢，你我联手陈兵洛阳城下，就已经有了5分胜算。郑国公被擒，7分胜算。福云儿虽然悍勇，但他并不明朝中的政局。更不知那些世家的打算，9分胜算，这都已经有了9分胜算了。这个洛阳城，不尽在掌握之中吗？皇孙如此替梁王谋划，梁王何幸？他是我的父王，我自然会救他。他在孙敬手中，我怕我们攻破洛阳。孙敬未必不会起杀心。那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傅云儿假借大都督之名，是绝对不会救我们家郑国公了。只怕诸位府中的主人，傅云儿也是不会救的了。那要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傅云儿是不能指望了，我们必须靠自己把主人救出来啊！这么说对。将军，出事了！进来。郑国公的家人率着私兵打昏了城门守卫，开了城门，引镇西军和崔家军入城了。什么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这些蠢货！没想到这洛阳城葬送在他们手里，我要杀了这些蠢货，斩死寻常！撤！先去粮堂，放阵势去了。镇西军、崔家军合围攻击洛阳，围城多日，难以强攻。李逆巧妙用计，令郑国公家人撕开城门，镇西军、崔家军才得以潜入洛阳。福原儿奋起反抗，率守军苦战2日1夜，终于不敌。
欠大都督一条命，原本想守住洛阳，来换这条命，没想到洛阳一失，看来今天我真的把这条命还给大都督了。将来的天下，就是你们这等少年英杰的。等到你和他争夺这天下的时候，那将是何等的精彩啊！可惜，老夫看不到了。我们才不得不拱手相让啊！这何校尉如果不死，如何对得起那些浴血沙场的将士？阿林，哥哥知道你心软，这件事为兄给你代劳，不让你烦心。来人呐！住手！崔离，这封信是桃子手抄的，公子也知道这件事。何校尉近日在军中发现有异动，将此事禀明我之后，刻意写了这封信作为诱饵，只是为了看看谁会上钩。你这是设计陷害我！信在我屋子里，若不是你存了害人之心，派人去窃取，又为何会到你手上？阿林，我这么做实在是因为他所作所为太可疑了。我只是想帮着你啊！你要相信我，我兄长只是为了……崔家军是由副帅一手带出，将士上下一心，军纪严明，从未出现过党同伐异、勾心斗角之事。崔林，自你前来，几次三番构陷同僚，你以为你的那些小动作、小心思，我真的察觉不到吗？构陷同僚，按照崔家军军纪如何处置？构陷同僚者，褫夺军权，杖责30。崔离麾下5000士兵，暂交阿术统帅。念在你是初犯，杖责就免了。阿林，走！这次啊，借机收回了崔离的兵权，想必如今他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了。公子，没事吧？是不是刚才在外面站久了，受了寒气？我叫桃子来给公子诊脉吧。阿英，今日出营，你究竟去了何处？我去见了李逆。李逆是镇西军主帅，你不应该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私下去见他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这些话你不爱听，可是就像今天你看到的这样，我们原本设好了局，等着引蛇出洞，你私自外出，崔离才提前拦截了你。万一他真的动手了怎么办？公子放心，就一个崔离，他奈何不了我。阿英，我
知道你胸有成竹，可是刀剑无眼啊！如果你真的受伤了，你让我如何放心？公子，快，先喝杯茶，快喝。最迟明日，李俊和李来就会率军抵达洛阳。他们二位向来是志大才疏，又嫉妒你的战功赫赫，此次前来必定是来意不善。石七郎，拿个主意吧。既然兄长们都来了，那我们就走吧，把这个洛阳城让给他们便是。把洛阳城让给他们？洛阳是咱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，而且又以3城换崔家军退出洛阳，现在就要拱手相让吗？兄长们驻守洛阳城也是一样的，兵贵神速，咱们就去潼关。那怎么能一样呢？我明白了，潼关地势险要，北抵渭水，南临秦岭，东入中原，西进关中，而且扼西长京和洛阳的驿道，兵家必争之地。孙敬一定想不到咱们会放弃洛阳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拿了潼关，就犹如扼住了西长京的咽喉，距离攻破西长京也就不远了。哎呀，这样最好了。只要潼关在我们手上，他们二位就算是有所作为，也是进无可攻，退无可守。石七郎，我还以为你会对他们二位心慈手软，现在看来，如此甚好。我的确是为我那2位兄长着想，他们好大喜功，又容易得意忘形，不如就让他们在洛阳城里面待着，免得万一他们又中什么圈套，我还要费尽心思去救他们。公子，你醒了。何校尉呢？啊，他昨晚都在自己的营帐中，未曾出去。公子，大夫来给您看过了，他说你已经昏厥了2次，务必宽心少虑，多加调养才行。我知道您心里还放不下何校尉。但是他迟早会明白，这世上对他最好的人就是公子你啊！他那样聪明，我对他好，他自然能感受得到。那公子你更该放宽心了。校尉他并不是知恩不报的人，昨日您不顾生病去救他，他看在眼里，定会感动的。可是我偏偏想要的，从来都不是他的感动和回报。三郎，你别再喝了，你一夜未眠，只怕有损身体呀。好你个崔林，联合何氏，设计骗我，逼我交出了军权。眼下看来，他们已经对我起疑了。日后再想行事，怕是不易了。三郎，刚刚接到密报，镇西军那边又给何氏送信了。翠林知道吗？密信直接送到了何氏的营帐，主帐那边并不知情。这回，咱们还要派人去探查吗？经过昨日之事，何氏或许会放松警惕，能够探查到什么也未可知。只要崔林还在，想对何氏下手就不是个易事。不过，如若真能探查到什么情报，倒也是有利无害。
命人再去探查密信的内容，万不得露出任何蛛丝马迹。日暇无事，常玩赏亲笔所绘皇孙劳作图，可否相赠玉容一幅，免皇孙形单影只。哎，校尉，你不回信啊？这么着急做什么？我不着急啊，这个信又不是写给我的。哦，你不着急，这样我先处理会儿公文，你先去休息会儿吧，不用陪着我了。我是不着急，但是那个送信的谢长尔他着急。这么晒的天气，人家早回去了吧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那个人是个死脑筋。你要是不回信，不跟他说的话，他一准还在外面等着呢。小伟，那我可就告诉他了。我去了，我真走了。等等，既然你这么着急的话，那我就回上一封吧，免得让我们桃子姑娘白白跑一趟。好，我等着。校尉，之后来报，镇西军已经撤出洛阳，梁王长子临淄王李俊率军入城，最迟今晚，梁王次子会稽王李来也将率军抵达。知道了。真没想到，李皇孙对两位兄长还真是挺大方的，说让就让了。不过校尉，皇孙退出洛阳以后，那是要去哪儿？他在信里说了吗？信上当然不会说这些话呀。信上不说这些，那你们都聊些什么？哼，闲话而已。哎，桃子姑娘，那，这是我们校尉回给皇孙的信。多谢桃子姑娘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？你这就走了？那不然呢？那这什么？这是本姑娘亲自调配的金疮药，外面可是买不到的。我想着你平常行军打仗的，总会有些磕磕碰碰的时候，你用了这个，保证好得快。谢谢桃子姑娘，你真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走了。谢谢了。傻子。昨夜宿于郊野，仰头月色如洗，即可守斋星辰。前日与东都朱雀皆购入干果，其味甚佳，嚼之如碎玲珑，可伴漫漫长夜，与君共赏。干果与果脯同食，风味果然颇佳。前人竟单啖干果、果脯，今尝二者同食，滋味有趣。金尘跃马过水涧，闻香而去，见野桂一株。引香浮动，独赏思情，深有抱憾。遂取花蕊数朵，
与托一纸染香，盼来日同赏。小魏，找了你半天，原来你在这儿，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是想问问你，今天还写回信吗？又是怕那个谢长耳着急啦？不是，我跟他约好了，以洛阳为界，在那儿互相传递书信。以洛阳为界？这是你的主意，还是谢长耳的主意啊？那只耳朵说是他家17郎的主意，约在洛阳，免得行军途中互相找人不便嘛。这个谢长耳在两军之间送信，只要记住他抵达的时辰，再测算出马匹脚程的速度，就很容易猜出镇西军现下行至何处。这个李皇孙也太狡猾了，小伟，也就是你能猜得出他那些弯弯绕绕的心思和用意。那这么说，我也很狡猾啦？不是，你那是聪慧。那还写回信吗？还不知道。这个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写不写回信？就是不知道。写不写回信？写一个。有人进去了。桃子，走，咱们去散个步。小伟，咱们不进去堵那个奸细一个正着？无妨。与李逆通信，就是想调出这个奸细。既然他们已经上钩，在做蠢事，让他们做吧。三郎，这是李逆写给何氏的信，属下想了法子，偷偷一字一句誊抄的。干果与果脯同时，风味果然颇佳。今尝二者同时，这都是什么？依属下愚见，李逆与何氏都是心机深沉之人，此信乍一看平平无奇，实则用了暗语将机密藏于其中，所以何氏才为找隐秘之处藏起，就那么放着，也不怕被人看去。这其中干果一句，定是他们约好的暗语。有理。那咱们找些人来破解一二。当然。自君一别，虽数日，犹数年，未尝有此滋味，甚是牵挂。有时见水中蛙甚肥美，捕食鱼之，烤而食之，熄火后过剩，略有焦糊。哎，石七郎，战事如何？坐。如今大局已定，穷寇莫追。你呢？怎么样？我这个呀，皮外伤。好啊，咱们熬了这么长时间，终于把潼关给咬下来了。我听我爹说，潼关号称第一锁要，开国100年来，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可以把它攻克。以后在国朝史书上，咱们镇西军也可以留下一笔了。如今攻守易势，你呢？接下来应该发愁该如何守住这潼关了。石七郎，这世上哪有第二个镇西军，哪有第二个石七郎呢？那这世上也没有第二个勇猛无比的裴元了。哎，别这样说啊！
但是十七郎，我有个问题，你明知道不可为，为什么还要写信给会稽王还有临淄王，让他们一起合围西长京呢？我那2位兄长啊，被我父王惯得跟倔驴一样。你呢要往西，他们就偏要往东。我不希望在当头这个时候，他们为了抢功劳，擅自出兵闯祸。当然要给他们写封信约他们合围。这样一来，他们肯定不会听我的，自然也就小小听听，按兵不动了。所以这叫指东打西，反其道而行。大哥，这信上怎么说呀？你自己看吧。李逆拿下了潼关，竟然让你我2人出兵合围西长京。大哥，他这……李逆仗着自己有攻克潼关之功，竟敢对你我兄长2人，那是呼来喝去。大哥，这呼来喝去事小，只是出兵围剿西长京，此事要慎重啊！只怕他是要借我们的兵力，给他做嫁衣啊！我早就知道李逆他居心叵测，万万不能让他心想事成。大哥，前2日崔家军的崔离不是派了密使前来吗？你是说，大哥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借兵给崔离，因为崔离借兵是想要杀崔林而嫁祸给李逆，如此他定会成为大哥手中的一把尖刀。公子，回来了，这一路辛苦你了。副帅身体如何？大将军一切都好。只是听闻崔离公子擅自前来，并干涉军务一事，也十分震怒，命我将令牌带回，交给公子。太好了，有了这块令牌，就可以让崔离转回瀛州，也不必担心他在节外生枝了。那个崔林居然千方百计要到了伯父的手令，命我即刻赶回瀛州，不得追随大军。好你个崔林，竟然如此忌惮我！千方百计要调走我。三郎息怒，洛阳那边回信了，不如先看看信上怎么说。三郎，怎么说？李俊已答应派兵助我击杀崔林。一旦事成，便封我为魏阳大将军。恭喜三郎，恭喜大将军！只要崔林一死，由我统帅崔家军便是顺理成章。届时，再把一切的事情都嫁祸给李逆，一箭双雕，天衣无缝。难怪攻进来这么费劲啊！你看看这城墙，再看看这2边的山势，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呀！打下来的时候难，等到攻守易行的时候，就知道这山势雄关都是好处了。可不，牢囊关要有这一半的险要，咱们也用不了这么多人手了。哟，是不是又有信来了？石七郎，你怕是望眼欲穿了吧？报！西长京信使到！大都督命我来传令，镇西军需在3日内退出潼关。放肆！孙敬是让你来送死的吧？
小裴将军，我既然敢来，那就不怕送命。哼，另有梁王手书一封，带给皇孙。若要是执意不退兵呢？若是不退，那3日之后的午时，皇孙便备好丧服，为梁王服丧吧。想来我父王必定写了3封信，另外2封已经送去洛阳，给我那2位哥哥了吧？是，就是不知皇孙和2位兄长相比，谁更有孝心一些？呀，小伟，这干果你还没吃完？此物当时在东都十分盛行，人人都夸赞它好吃，进香采买的人特别多。你就是能记住这些细枝末节啊？原本呢，大家都只吃这干果果仁，校尉偏偏喜欢用它与果脯一起吃。你说这我能不牢牢记住？再说，这果仁确实香脆饱满，甚是好吃。不过，这一连数日，潼关可是1封信都没来啊！你这是在担忧某个人，还是在担忧潼关呀？小伟，我与你说正经事。大概京中出事，他也没心思写信了吧？小伟，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啊？哎，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吃干果还堵不上你的嘴啊！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他是谁？十七郎，洛阳急报，临淄王还有会稽王已经决议率军退出洛阳了。我的这2位兄长，从小便很孝顺，也不怪我父王一直疼爱他们呢。哼，洛阳本来就是他们从你手中占到的便宜，他俩当然不会肉你。只不过现在，我们就进退两难了。潼关我们是万万不能放手的，如果洛阳一失的话，我军断绝后路。但是那个孙敬他真的是心狠手辣，如果我们不退兵的话，他真的会对梁王殿下动手的。十七郎，怎么办？十七郎，我朝天子乃至庶人，纲常伦理，以孝为本。如果我们拒不退兵的话，梁王真的惨遭孙敬杀害，到时候肯定会朝野哗然的。那些旧臣还有齐王之师都会对我们离心离德。十七郎，到底现在该怎么办？小姐，你不能去，你要是去了，岂不是送死？秋翠，你就别拦着我了。我在家中本就不得父母宠爱，在并州又险些丧命。若不是皇孙出手相救，我此时恐怕已是一抔黄土。他救我的时候，如同天神一般。彼时我就心想，或许这就是我应遇之人。为了报答他，哪怕粉身碎骨我也愿意。可是小姐，你从小就命苦，如果真的因此送命，只怕连个真正心疼你的人都没有。小姐，我想跟你一起活着回西长京。李皇孙先下洛阳，再克潼关，势如破竹，明显并非池中之物。他日必有一飞冲天之事。皇孙此人重情重义，若危难之时出手相助，皇孙必会刻骨铭心，涌泉相帮。我若在此时能帮上他，还愁他日在府中没有立锥之地吗？此事不搏更待何时？小姐，你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？从前你不争不抢的，有时下人事里都还不许我替你出头。秋翠，以前我不争不抢，
是因为没有争抢的实力，更没有争抢的机会，徒劳无益，又何必呢？以后你就是我的心腹之人，也要学着多看看，多想想，什么时候应该出手，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。见过将军，见过小裴将军。顾小姐多礼了。婉娘有一桩机密事情，想要与将军商议。顾小姐，请说。婉娘听闻京中孙贼以梁王殿下胁迫将军，婉娘愿赴西长京，待将军设法周旋，救出梁王殿下。你有何计谋？京中旧族世家众多，皆心向着国朝。只是孙贼势大，忍气不敢言，请将军赐一信物，婉娘回京后以将军之名，暗中联系士族，重金收买宫中守卫，或许得法能救出梁王殿下。不行，这样太冒险了。万一要是被孙敬知道，又或是被人告密，你会丢了性命，甚至连累……婉娘不怕死，若是为忠义而死，婉娘死有容焉。便是家父，将军亦是知道的。他绝不屈于孙贼，定然也会赞成婉娘此举。多谢顾小姐忠义之念。